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送东西的送一半哈，来，一整只上边。庆生会上的小丑扮相滑稽，带给人欢笑。其实小丑也可以很专业。国际上有许多小丑比赛，近几年台湾可是打败了各国小丑，屡屡获得冠军。今天谁来晚餐要拜访的，就是一位把欢乐带给大家的大男孩，年纪轻轻就以小丑为志业，是怎么样的环境培养出这样乐观的人呢？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他的家庭故事吧。刘燕婷，27岁，2017 WCA 世界小丑锦标赛气球竞赛金牌。他的小丑角色是个住在动物园里的小男孩，名叫小丑燕燕。小丑燕燕，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他只有13岁，然后他住在动物园里面，然后有长长的腿，还有 QQ 的卷毛，他非常的高，他是长腿叔叔，而不是他是长腿弟弟。乐观开朗的燕燕想邀请的来宾是知名作家，他是 Peter Su， 对，然后他的3本书我都有买，然后他书里面的内容都很触动我的心。妈妈刘旭燕，53岁，独自经营娘家留下来的杂货五金行，和在中国工作的老公聚少离多，一手拉拔儿女长大。今天我甘之如饴在这边，是因为最主要是我喜欢家，我喜欢那个孩子们回到家看到妈妈在家的那个感觉。时常和儿子拌嘴的他，最希望能邀请到命理师来替他解解惑。命运好好玩里面的那个阿汤哥汤正伟，我希望他能够帮我们解答一些家庭的风水的问题，还有一些人生的一些疑惑。爸爸吴崇松，57岁，电子公司经理，常年在海外工作。鲜少在家的他，希望邀请到能让人开心的嘉宾。纳豆，因为他给我的印象蛮正面的，对，而且带给人欢乐嘛。姐姐吴佩慈，28岁，日系品牌服饰销售员，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她想邀请据说是和自己同乡的明星。那个我要邀请田馥甄，因为我知道他住总理，离我们很近，应该来不是很难。弟弟吴建明，26岁，替代役，是家里最沉默寡言的孩子，对厨艺有兴趣，所以想邀请厨艺高超的来宾一起共进晚餐。型男大主厨里面的詹姆士，因为我现在会的料理都是从他那边学到的。在神秘嘉宾登门造访之前，我们先来了解这家人的故事吧。这里就是燕燕长大的地方，位在桃园中立，类似传统干妈店的五金杂货行。这间五金行很特别，里面什么都有。住在这样一个像百宝箱的五金行里，燕燕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百宝箱。你知道当一个职业小丑需要哪些道具吗？那我平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准备很多东西，像我会准备一个气球袋，然后这个气球袋是特别去定做的。化妆品这个非常的好用，因为它是一格一格把它给分开来的。这个是卡住，这些色彩缤纷的道具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27岁大男人会有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可要价不菲，而且有些还是台湾买不到，要从美国空运来台的定制品。我的小丑鞋是从美国定做，所以它是完全是符合我的脚的形状去做的，所以它前面是塞棉花，然后它里面脚的形状是跟我的脚是完全是符合的。燕燕最厉害的招式就是小丑锯，还有用气球变戏法。现在就是主要以小丑戏剧跟气球秀为主。小丑戏剧的部分的话，我们想就是差不多每半年到1年会换一个剧嘛，所以说我们会在一起讨论，会去编排这个剧本，然后要看要怎么演会比较适合。3年前，燕燕刚入行做小丑，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像我以前接商演一场表演非常的便宜，才500块。多久？30分钟。现在燕燕技巧越来越纯熟，知名度也变高，她1个月平均可以接4到5场表演，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差不多的 range 是6000到1万左右。
对，就是一场的表演。但是其实我们的前置作业非常的长，然后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一些比较无形的成本。小丑扮相全靠化妆，化这个妆至少耗时1小时。他们用的不是普通的彩妆，其实我们的化妆品都是好莱坞等级，是已经是最高级，就是最主要是后续的保养要做好。燕燕扮演的小丑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名字，她叫做小丑燕燕。小丑燕燕的角色是一个住在动物园里面的13岁小男孩。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动物，我也希望燕燕这个角色她也是喜欢动物的角色，所以我才会把它设定她是住在动物园里面。然后因为她很好动，所以说她很喜欢小白兔，然后她会乱跳来跳去，比较过动这样子。刘燕婷是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未来能做个电子新贵。大2时参加魔术社之后，就爱上了表演艺术，但是家人反对，连朋友都开始疏远自己。我第一次做小丑的时候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刚开始我的室友他们都其实就是他们觉得我是在玩物丧志，因为玩了气球、玩了魔术，让自己的成绩往下掉。然后开始就是跟我渐行渐远，其实那时候很难过。化妆后的小丑燕燕才是真实的自己。燕燕这个角色，她是属于最真实的我，最渴望就是在现实世界成为的角色，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被现实捆绑，所以说你不能把最真实的自我给表现出来，但是你可以透过表演，透过燕燕这个角色，然后把你最真实的个性给表现出来。嗨。小丑上身的燕燕，连性格也变得开朗活泼，站在路上相当引人注目。我现在是准备我秀的东西。今天表演的重点之一是动物气球秀。刚开始是自己学，自己看影片，所以我才去参加一些研习会。燕燕的基本功夫很扎实，包括小丑技法、表演剧目观念。这些都是和师傅小丑梁梁学来的。基本上我们做的表演都是互动性比较强的，就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燕燕的师傅小丑梁梁大有来头，他是台湾第一个拿世界冠军的小丑。一手包办了2015年 WCA 世界小丑大赛，以及2016年 COAI 美国国际小丑锦标赛原创小丑冠军。好，我们一起来抓它，好不好？来，一起数，1、2。而他也把当小丑的快乐传递给徒弟燕燕。梁梁可以说是台湾小丑第一人，本名曾颖珍。他在台湾也收了一些学生，希望把台湾的小丑推向世界。这是今年我们2016年去那个 Vegas， 然后其中一个这个小丑棒棒放在我的衣服上。以前梁梁学的是设计，现在学以致用。他认为每个小丑都有自己的个性，要依照自己的个性来设计小丑服。像是燕燕的小丑服就是出于梁梁之手。因为他很喜欢动物，然后他家就是养了就是3只狗狗，所以他的那个衣服花纹几乎都是狗狗，然后去用狗狗做这个搭配。这一天，梁梁让我们看看他的私人衣柜。这是我的衣橱，这边都是我小丑服。花最多钱的话，大概就是花在这些做小丑服啊，或者是像这种袜子啊，或者是有关小丑的手套这些小道具上面。对，几乎是很少在花钱我自己的衣服。房间里摆满了和小丑有关的小玩意儿。小丑梁梁不只是一个工作，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态度了。这一天，师傅又跟着徒弟一起排练。小丑们靠的不只是天生的表演细胞，还必须每天几个小时的苦练。我还蛮正常，但他蛮不正经。
没有，他平常本来就是比较像小朋友，然后很爱开玩笑。对，我觉得他就是个天生的小丑。好了 ，Thank you，Thank you。有，我有看。苦练3年的燕燕已经小有成就。2016年拿到美国小丑锦标赛的气球竞赛金牌，她获得世界认证，却得不到妈妈旭燕的认可。一刚开始我真的是非常反对，尤其他化那个妆的时候，哇！我在 FB 上看到那个照片，我就开始哭了，因为好好的一张脸，为什么画成那样？长得又还蛮体面的，对不对？玉树临风的也是很好的啊，也是帅帅的一个孩子啊，对啊，为什么每次都要常常这样子？对啊，做鬼脸何必呢？就不庄重嘛。你看我要讲实话了啊，讲实话他又不高兴了。燕燕知道妈妈真的很不喜欢自己的职业，我当然希望不好看，真的不好看，不要小丑是小丑，小丑有另外一股力量在，但是不是小丑漂亮。我一直强调，不好意思，我要说教了。真的，小丑漂亮，让人家感觉就是不够尊重，不够稳重。对啊，我不要看到这样的人，我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我觉得他其实如果今天他会看场合，如果今天是比较庄重的场合的话，他其实他还蛮会装的。对，你这怎么这样？蛮会演的啦，他蛮会演的，就是他会演的就是就感觉很稳重。对，但是可能就是私底下的话，他就会完全变不一样。原本也不支持的姐姐，现在倒是站在燕燕这一边。之前会有一点觉得怎么不走一个比较好走的路，然后他所以他可能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有时候会打枪他。然后后来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我姐，你不是应该就要支持我吗？”他一讲那句话之后，我就觉得，好吧，就是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就是他做什么，然后我都蛮支持他。满到天花板的货物，连转身都嫌困难的走道，五金行就像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一样。要怎么从这么多东西里面挖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广告回来之后，表演给你看。早上10点多是五金行拉开铁门开始营业的时间。蛮认真的，1块钱才开。没出门就开啊，加减做啊。对。燕燕的妈妈也是老板娘刘旭燕，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老客户边做生意边话家常。今天礼拜天你没出去玩啊？哎呀，老主顾来啦，最近好不好啊？对呀。哎呀，听说你小孩怎样啦？哎呀，怎么样啦？恭喜你啊什么的。那你就会觉得，哎呦，人生好多乐趣哦。从好多人的身上，很多人的家庭里头，你可以了解多少人生的百态，太多了。我虽然没出门，但是我知道很多天下事。杂货店里的货物比连锁超商、量贩店更精彩。因为年轻人想法可能都到大卖场去了，又漂亮又有冷气，又干净又有发票，什么都有。实际上我真的就是做老主顾啦。旭燕20几岁开始就帮忙母亲顾店，这间店是娘家的，算一算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民国67年3月份开的，67年到现在107年嘛，刚好41年。旭燕从小就看着妈妈经营着这间店，原本应该是由旭燕的哥哥来承接，后来哥哥在军中服役却意外过世，旭燕从此便扛下了照顾爸妈的责任。我哥哥要走之前打一通电话来，妹妹，你要照顾爸爸妈妈哦。那这句话只是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可是之后没几天他就发生意外了，所以这句话我也听进去了，我也听到心里头去了。所以当我发生事情，这一顾就是20多年。旭燕不但承接了父母的事业，她也让自己的一个儿子承接了娘家的姓氏。这个孩子就是燕燕。他就想说，要有一个孩子从母姓嘛。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从父姓从母姓，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的小孩，其实没有影响。那只是我只是跟他讲说，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就多生几个嘛。那所以
老大女儿就是从父姓嘛，那燕妮是老二。清明节这一天，燕燕的爸爸吴崇松专程从中国回来一趟，带着妻子女儿祭拜岳父岳母。因为我们刘家的历代祖先不在这边，在那个杨梅的北庄，那我爸爸妈妈在这边，那待会又要回去，就是我先生那边我夫家的在新竹的。旭燕为了照顾父母，希望婚后能够继续住娘家，吴崇松也征求了父母同意。但这种情况在20-30年前仍然少见。不过为了老婆小孩，吴崇松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没有听到声音，或者是说他们不会在我面前讲，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嘛，我自己家事嘛，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要承担的，跟他们没有关系。其实住在娘家也有很多附加的好处。以前小时候我们叫有3个小孩，其实如果说叫我们2夫妻去带，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妈妈的身体又不是很好，所以刚好就是我丈人跟我丈母帮忙我们带小孩这样子。在孩子的记忆中，对外公外婆的回忆非常鲜明。小时候的那个童年都跟外公外婆有关系，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很皮，爱乱跑，然后每次外公他就会跟我们说，就说什么哦你们在玩啊什么，就会拿棍子出来的。可是就是他很疼我们每个小孩子，而且像小时候他都会就是载我骑摩托车载我上学，然后每天都会偷偷给我一点零用钱这样，然后没有让我妈知道。外公外婆去世多年，五金行成为刘家的传承与回忆。即使店里的样貌已经改变许多，是我的个性，我喜欢看到满满的东西。我希望客人来这边的时候，他不是只买到1个，他一次要10个的时候，我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会把货常常囤的很多。对，这是坏习惯，我知道啊，可是不小心就囤那么多了。但商品满成这样，不但客户无法走进来挑选，甚至连老公都一度看不下去。有客人说：“哦，我好累哦。”我说：“你干嘛累？你这里通通都是钱，压得我好累。你看客人讲话多幽默，多好笑。我老公不是哦，你知道你东西你一进来是什么吗？垃圾。然后我是怎样？是我的话，我进来买第1次，我就不会再来第2次。气死我了！我气了1天不跟他讲话。”现在就是会帮忙送货，然后进货的时候会帮忙排货，因为，以老板娘的个性呢，就是会一直越叠越高，会越来越可怕。现在开始慢慢有排货之后，才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放哪里，所以说才会开始会记得。但是价格的部分的话，因为每年都会有浮动，都还是要问啊。对，两个儿子都不喜欢帮忙顾店，甚至顾到生气。那个客人会念啊，你卖的东西放哪你不知道，啊，这东西价钱都你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没有，小儿子会觉得很没面子，这感觉好像大家一股愤怒啊。可是后来，所以他会念我啦，为什么我不标价？为什么我不那个？那我说我尽量了，我尽量再标了，能标的我都标了，尽量了。店里是这种情形，走上2楼的住家，状况也是差不多。大家的活动空间都在2楼这个小小的客厅里，因为房间里也塞满了各种物品。因为我的房间有很多衣柜，但是衣柜里面放的都不是我的衣服，我可能放一个整理箱，里面东西全部都被清出来，倒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我打开整理箱，怎么里面都是我妈的东西？妈妈倒是很喜欢现在这个样子，不觉得家里乱。她常常想着五金行的接班问题，理想人选锁定燕燕未来的老婆。坦白讲啊，你说要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的话，你真的就是要面对竞争嘛。那目前我看到的是太辛苦了嘛，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才会希望他来接。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都非常优秀的，都很有在很好的工作的那种的大公司大企业上班的话，我绝对成全他们。为什么是媳妇儿不是女儿呢？我不希望我女儿在这边有太多的依恋，毕竟她以后要嫁出去。那
他有他的世界，他的家庭，我不能绑住他。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是我不能绑住我的女儿。那我这边是希望是说，以后我媳妇儿进来，是因为你要守住这个家。这够大吗？这个。因为我是看我自己未来的老婆未来有没有愿意去接这间杂货店啊？对啊，那当然我都是尊重他们，就是如果说他们愿意，他们有喜欢有想要做的话，那我是觉得说是 OK 的。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因为你毕竟自己在家里做，也都是拿自己家里的薪水，那我当然我会希望，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创业，或者是去外面找工作，那样子的意义感就是不一样的。对，妈妈替燕燕想好了生涯规划，认为燕燕成绩好，应该学爸爸成为电子新贵。然后媳妇儿守着家业，但是燕燕却想继续做小丑，这让充满期待的妈妈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还是有所谓的副业，我真的很渴望，就是说，他主业 OK， 他喜欢他的工作没关系，但是在一点副业，那个副业就是平常是可以让我们生活可以过得去的。我觉得一个孩子他的信心都是来自于他的父母。对，所以说我当然我会希望我的父母是能够支持我做这一件事情的，对，就会希望他可以多支持我，对。那妈妈后来有表示什么吗？就说，表示什么？就我觉得还是要再多做一些成绩给他看吧，他才会再够肯定这件事情，对。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小丑燕燕，竟然在镜头面前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广告过后马上揭晓。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住在五金行里的小丑燕燕。不被妈妈认可的职业，每次谈到这件事，两人就要不高兴。那么夹在中间不常在家的爸爸又是怎么看的呢？常年在大陆工作不在家的爸爸，今天难得回来，用最擅长的厨艺来抓住家人的心。他最喜欢吃卤肉吧，控吧，嘿。哦，卤肉有卤好了，卤好了。理论上是卤好了，啊，好像没什么香味。是爸爸做的吗？是我，因为刚刚对啊，就是这样。我比较爱吃我爸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到最后我就不煮了。因为反正煮了，他们也不捧场嘛。啊，既然不捧场，那就有人来帮我代劳就好啦。食材一盘盘切好放好，按部就班扔下锅。爸爸严谨理性的性格和妈妈感性又随性的大而化之，呈现强烈对比。我老公做事就是这样子，备菜备料从容不迫。我是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然后最后砰，然后东西就打翻了，然后就乱七八糟的。夫妻对子女的教育也有很大的歧见，爸爸支持燕燕继续做专业的小丑。很多事情没有错了，是说做父母的总是要小孩子好嘛，所以我想说年轻就让他去做做看嘛，搞不好这也是一条路啊。因为我真的在电子公司上班很辛苦，而且压力真的很大。每次只要讲到儿子的工作，夫妻就没共识。好的位置都被我们这些老头都占据了，嘿。所以年轻人真的是机会很少。老头子会走啊，没关系啊。对，你当初也是老头子走了之后，你们才熬出头的，不是吗？我就觉得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对不对？我觉得一生中你就坚持做那件事，把那件事做完来，做好来，不是很棒吗？难得全家都到齐，就来听听看他们心中的梦幻名单吧。纳豆。因为他给我的印象蛮正面的，对，而且带给欢乐嘛。命运好好玩里面的那个阿汤哥汤正伟，那个我要邀请田馥甄，就是很傻大姐的个性，我蛮喜欢的。型男大主厨里面的詹姆士，因为我现在会的料理都是从他那边学到的。大家都想找明星来吃饭，只有燕燕的名单很不一样。也是知名作家，他是 Peter Su， 对，然后他的3本书我都有买，然后他书里面的内容都很触动我的心。追随老师凉凉的脚步，燕燕决定参加今年4月在泰国举办的世界小丑锦标赛，想尝试师傅凉凉曾经夺冠的项目——角色小丑。
这次比赛我想要去做 character 的角色，因为像我老师梁梁，他也是在前年跟去年他也是做 character 这个角色，然后我今年我也想要挑战一下这个类别。原本小丑燕燕的设定是一个住在动物园里的小男孩，参赛之前做了小小的变化。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花，所以说我这次我想要挑战不一样的燕燕。这次的小丑燕燕变成了花农，为了诠释新角色，还特地去定制了一套新的小丑服。直接裁短有没有？然后折2折，然后给他一条那个扣上来。扣上来。对。师傅凉凉又是怎么看燕燕的呢？这是蛮特别，好不容易可以搬在亚洲区，一样会有一些美国人来啊、日本人啊，然后因为很近，所以这次真的很多人参赛，所以我很希望我这些学生们可以把台湾真的拿出去给别人看，对，在小丑这个部分，让别人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台湾的小丑真的是很棒。小丑们靠的不只是天生的表演细胞，还必须每天几个小时的苦练。为了不负老师期望，大家抓住空档加紧练习。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燕燕在今年泰国的世界小丑锦标赛，终于又获得了1金1铜的优异成绩。在遇归国后，妈妈的心意有改变吗？燕婷，你那个油桶，那个大油桶，嘿，帮我拿下来一个。五金行是外公外婆的回忆，燕燕也舍不得让五金行后继无人，更不想让妈妈失望，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梦想。像我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一间店对于我们来说是永远的回忆，然后这些回忆是在我们心中是没有办法去被抹除的，所以说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要尊重我们下一代的想法，我们不能一直用我们旧有的思维去捆绑下一代。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为了要好好招待来宾，燕燕与弟弟一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来好好接待贵宾。我们会准备高丽菜、番茄炒蛋，还有煎鲑鱼跟炒空心菜。还有我们昨天有熬一锅汤，对，那待会要把它加热。平常都是外食居多，一下子要准备一桌菜，对2人来说还真的是一个大挑战。昨天做了一些功课，对，就是上网看食谱，然后看怎么做啊，然后还有跟弟弟讨论，就是哪一道菜要由他负责。所以说我弟弟他也算是主厨。满心希望是自己邀请的来宾前来，弟弟还特地使用了詹姆士教大家的煎香肠法。弟弟说他今天处理香肠的方式是詹姆士教的，就是先水煮，然后让它熟了之后再用干煎让它上色。因为通常一般煎都会放油，会比较不健康。对，因为香肠本来就很不健康了，所以就给它水煮的。而燕燕今天下苦功的则是这道番茄炒蛋。番茄炒蛋，我们要先炒番茄，因为茄红素要先加热之后，然后让它释放出来，然后我们再炒蛋，这样的话蛋跟你的番茄才可以融合在一起。如果说一起炒的话，那个蛋是蛋，番茄是番茄，这样的话就不好吃了。当2兄弟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时候，妈妈人呢？我刚刚去表演了。活动这么多哦。对啊，今天来宾来吃饭，你还去表演？所以我赶快赶回来，我的第3首我就没跳了。把跳舞当运动的妈妈，表演结束后，顺便邀请姐妹们来家里坐坐。姐妹们又是怎么看妈妈的居家装潢呢？不要再 shopping 了。其实运动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嗜好 ，shopping。觉得他这样子很快乐。我其实很多收纳柜、收纳箱，我满满的衣橱，满的东西，但是我堆得满。他就是有购物狂。今天燕燕家非常热闹。虽然爸爸远在中国工作，没办法和来宾一起吃饭，但是姐姐倒是特别用心的打扮了一番。那她觉得今天是谁会来一起用餐呢？感觉应该，因为ETP好像没有上过的节目，对，就觉得好像可以，他可能会想要过来看一下。如果他来的话，我绝对立马大哭。
詹姆士的话，我们应该会超开心的，因为那个我跟我弟弟都喜欢煮菜，然后我弟弟他其实平常的时候都喜欢看一些美食节目，然后我想说，这一次如果说是詹姆士来的话，那他应该会很开心。妈妈心中的理想名单又是谁呢？我希望是《命运好好玩》里头的那个阿汤哥，因为我很想请教他风水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家为什么会变这样。因为是谁来晚餐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阿汤哥。詹姆士是专门来煮菜那个，詹姆士煮菜那个啊。对，应该是他吧。我希望下一次全部来。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之后，决定要运用专长编一支舞迎接今天的来宾。到底是哪位来宾这么幸运，可以享受这种贵宾级的待遇呢？是命理师阿汤哥汤振伟，歌手 Hebe， 主持人纳豆，还是料理达人詹姆士呢？哪个来宾这么有魔力，吃一顿饭让全家人又哭又笑的？下一段马上回来。今天谁来晚餐拜访了小丑燕燕一家人，他们正列队欢迎来宾上门。现在就是会紧张，也很兴奋，有点忐忑。很紧张，对，不知道是谁，也很紧张，希望是詹姆士。当然是 Hebe 田馥甄啊！我已经准备好卫生纸，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不给他看。来了！是谁？好黑哦，我都看不到。答案揭晓，今天的神秘嘉宾是主持人纳豆。在荧光幕前以搞笑、快速的临场反应带给大家欢笑的他，其实高中成绩很好，不但念的是师大附中，而且还是个学霸哦。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家庭里面，我看到了像我自己的过去。然后，因为当时我在高中，然后我要去读戏剧系的时候，那我家庭也是超级革命。然后妈妈就是哭啊，然后连阿姨啊、阿嬷啊都在哭。然后说你小时候很听话，怎么长大了就是都不听爸妈的话啊什么的。像燕燕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我能够了解他的心态是什么。对，所以我也想要在这次晚餐跟他们好好聊聊。在用餐之前，要先经过堆满货物的五金行。这个店开多久了？这里40年。你看这个店超酷的哎，比我想象中还酷很多哎。刚上餐桌没多久，纳豆就展现了体贴的绅士风度，逗得妈妈心花怒放。我们先吃。会说话。所以这个菜是好像不是妈妈煮的哎。儿子做就好了。没关系，妈妈是公主，不会做这种粗活，像我儿子就好。真的。我们就是丫鬟跟那个仆人来福。先吃。这是谁的手艺？那个是我弟弟炒的高丽菜，对。妈妈来，你先吃第一个。哎呦！孝亲图。对。你不要那么夸张，你先吃，我叫不好意思。先吃。哦，纳豆我爱你，真的爱死你了。然后不要随便告白啊。对啊。餐饮副业经营的有声有色的纳豆，难得吃到家常菜，对于燕燕跟弟弟的手艺赞不绝口。所以燕燕，你做的菜是哪一个？其实我做的非常的简单，就是煎鲑鱼、番茄蛋跟排骨汤。我跟你讲，这个煎鲑鱼要煎得好，其实根本不简单，好不好？颜色算漂亮。很漂亮，就是大家自己来。有金黄色，对。其实我没有试过，也没有熟。那鲑鱼生的也可以吃。生的也可以吃，对，还 OK。不错哎。还行吗？所以你是自己想要做餐饮，还是？对，我对做餐饮有兴趣，一直从国中到现在都一直有兴趣，只是一直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也没有读这相关的科系。吃到一半，纳豆突然觉得燕燕似曾相识。我觉得你眼熟，对不对？有，因为我有上过你主持的节目。你有来过我的节目里面表演？对。妈妈喜欢看他表演吗？OK。你今天一丝无奈哦。看到妈妈对燕燕小丑工作的无奈反应，纳豆也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故事。一定会担心啊，因为像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就是功课算很不错，就有师大附中，然后就是功课我是全校第2名，所以跟他一样哎。对啊，你全校第2的。第2 give me five。对，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高中就参加戏剧社，
我当时参加戏剧社的第一个原因，只是因为我是师大附中都是男生比较多，然后女生比较少。对。可是戏剧社比较特别，它是男生女生比例一半一半。我想说，哇，这样的社团怎么可以不参加？我高三的时候，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有独立招生，我就去甄试。对，那我考上了之后，问题就来了，你跟我妈妈当时眼神是一模一样。因为我妈那时候说，那没关系啊，你考上了，那你就因为那是独立招生嘛，就是要不然你等到之后联考完你再来选择，你要考上哪一个？可是我知道说不可能，如果我去考联考，我妈一定不会让我去念当时这个学校，对不对？那你妈妈想法跟我一模一样嘛，就是用骗的嘛，用哄的啦，用哄。是的。会担心，那时候就真的家庭革命了。我不知道燕燕你有家庭革命过吗？没想到简单的一句问话，竟然勾出母子间的疙瘩与盲点。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要往餐饮科去走，然后其实我包含什么招生简章，我都是往餐饮科的这个方向去看。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妈她每天就是以泪洗面，她就是觉得说，就是做厨师这个行业，她觉得我的未来是没有光明面。因为其实以家里来说，我算是独生子，虽然说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姓刘。对。所以说他会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师字辈的，就是像医师、老师之类比较。厨师也是师啊，妈妈。如果今天你本身你 OK， 你真的个性你喜欢，我不会阻挡。但是他进了厨房，他就要脱衣服。第一个他怕热，第二个怕味道会沾到他的衣服。如果你今天要进厨房，你就不要怕热；你今天你要进了厨房，你就不要怕脏，不要怕臭。这本来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没想到妈妈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燕燕，因为一件陈年往事，终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她自己会私底下做派、做蛋糕，做完之后她就藏在冰箱的最角落的那地方，她也不敢拿给我们吃。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可能我们会挑剔，不够松软，是要留给女朋友吃，不够绵密。没有，那时候没有女朋友，才国中。他东西藏起来，国中就开始做吃的了。对，偷偷的做蛋糕，做杯子蛋糕，或者做一些小面包、小什么，但是他偷偷藏在那底下去。但是妈妈，今天怎么？可是我是发现到发霉了，我在冰箱的角落看到发霉了，我才说你做了又不拿给我们吃。今天怎么？想到当时。原本乐观的燕燕突然痛哭，纳豆心有戚戚焉，决定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供一些经验谈，希望能缓和燕燕与妈妈观念上的冲突。其实我跟你讲，妈妈，因为我妈也是啊，你想我跟妈妈，她觉得说啊，我让我儿子都读高中，然后补习费交这么多，你以后是不是应该要去考一个台大啊、政大啊？怎么会？你高中的兴趣，你只是喜欢表演，就这样讲，你怎么会后来发疯去当演戏的人？所以我从进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演很多戏，因为我想让我爸妈知道说，我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因为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说，好，你去念没关系，但大二之前你要是后悔了，我们全家欢迎你重考。妈妈也是这样，也是这种期待。可是妈妈，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上一代的眼光，他们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代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妈妈怎么可能知道有一天，比如说我后来去做了电视，然后做到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然后我喜欢演戏，所以有一天我入围了金马奖还是什么，我就说没有人会知道。一个小孩他未来会怎么样？但是重点是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无可限量的。身为母亲最放心的孩子，也是最挺燕燕的姐姐，佩慈看着妈妈与弟弟彼此不谅解，其实很想劝妈妈放宽心。其实我觉得，妈，你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就是他们两个其实都还蛮照顾自己的。小明才刚退伍没多久，他就在积极就想要去找工作，然后小燕她一直都是有在，她只要知道她这个礼拜没有工作，她就会马上就是去打电话，然后去确认说哪个地方的场地可以让她去街头表演。所以她其实是很有，应该来说她很有危机意识，她知道她不能一直都在家里，然后很空闲。了解了妈妈心里的想法，燕燕也有话要说。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跟妈妈很好，然后我是妈宝。其实，对，到大学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妈宝，所以我想要我妈妈给我支持，但是我都拿不到。妈妈的要求。对，她没有办法去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
于今天妈妈她其实有在转念，对不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听到他叙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对我有很多既定印象的误会，所以说我才会有点崩溃。我就对，我希望他可以多了解我一点。那你要多跟妈妈聊天啊。其实妈妈不是嫌自己的孩子不好，只是传统的观念让妈妈无法开口当面称赞。但妈妈，我跟你讲，你真的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也是我妈没做到的事情，你知道？就是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去外面的时候，妈妈永远就是在大家面前是不会称赞我们的，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出去外面，然后路人跟我合照，然后我妈永远在旁边这样子，哦，她很胖啦，她很这样，就是妈妈永远不会给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称赞我们，她会很难过一样。因为以前的教育方式是我们要谦卑，要谦虚。对，可是我们要低调，真的要适时的给自己小孩一些正面的鼓励，那个真的超有用。我超希望我妈妈可以称赞我说，其实我觉得我妈妈是到了这几年，就是她可能年纪也慢慢大了，然后她才开始会称赞我。妈妈都是永远在你面前不会称赞你，但她跟邻居会称赞你哦。对啊。其实我们觉得我妈这部分做蛮好，因为她就是有客人来那种比较帅的，然后她就会说，介绍我女儿给你认识，我女儿很漂亮，什么她大学怎么样，然后马上拿出我的名片给她，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是有时候还会可能加个赖这样子，她就忽然就是会传一个名片给我，就说，这个可能还不错，加一下，对，你加一下赖这样。吃到一半，纳豆忍不住提出了他的疑惑。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真的被你们家吓到，就是为什么有个五金行弄超级像电影场景的？如果说我那个电影导演在这边，他一定会说我要拍。因为你们家这太特别，东西怎么会多到这样子啊？而且有标价吗？没有标价吗？都记到他脑袋里都有了。对，以前不标，后来没人理我啊。为什么这个？因为你妈妈这是你妈妈的艺术，是不是？就是跟买衣服一样吧，就是进货也是她舒压的一个管道。所以弟弟有帮妈妈顾过店吗？有。开心吗？还好。哎呦，都引擎，为什么？说清楚。就因为东西很乱，对，有时候帮客人找东西又要找很久找不太到，找到自己生气，因为东西太多。妈妈，我现在去楼下随便order一个东西，你都可以找得出来吗？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他来顾店的话，可能他不知道你怎么摆，他就会疯掉。他会打电话给我，那我就会说在电视机的右边，然后大概第90度角的，或是第350。你没那样讲过。妈妈真的爱夸饰法要么就是用1点钟方向，或是11点钟方向的那个地方在上面。所以弟弟为什么那时候你觉得妈妈这样太夸张了？对，之前就是有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发现我们家有至少5到6箱的玻璃文结已经放到过期3年了，但是我妈还是继续叫文结。所以妈妈没有在盘点的习惯，对不对？就是不会，她没有盘点习惯，就想说进什么都摆着，然后反正人家进来买我都找得到这样。但是很多东西就放过期了。其实这样有点可惜耶，还是没关系。可是清洁用品过期应该还可以卖吧？妈妈，不行了，不行卖了啦，你自己用就好了啦。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货物清单的五金行，只有妈妈知道东西在哪里。那么之后妈妈退休了，这间五金行该由谁接手呢？这个五金行好像是爸爸留给你。对，就是家族事业。我觉得这个可以，你想要这个继续传下去啊？比如说想要找他们接嘛？我想啊，当然想啊。问题是现在没人，到目前为止没人没有这个意愿。可能要转型一下。要转型是吧？因为这太恐怖了，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才知道那是什么世界啊。对啊，以后我有媳妇儿啊，其实我会希望我媳妇儿来接。我们很常找东西找不到，然后客人都会主动告诉我们说，上次老板娘是在那个方向来的。好，那我们就去那个方向找这样。你未来的老婆，你想要让她做五金行老板娘吗？我不知道。如果说她有愿意去接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当然我是鼓励她去做。那如果说她有想要她自己的方向的话，我会支持她走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也不希望就是把她绑在她不希望在的地方。所以妈妈这样 OK 吧？如果万一她娶了媳妇儿，没有要做五金行，而且要卖保养品 ，OK 啦。其实我就是反正他们想做什么，只要他们肯做事。收入能够稳定就 OK 了，我又不会指望他们以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的退休计划都已经做好了。你退休要知道做什么？夸饰法又来了，不是
现在跟你讲话，我都不能太相信你的。你希望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给我供养什么费、什么孝亲费之类的，不会。只是说我可能我晚年我可以到处出去云游四海嘛。对啊。之所以会想要燕燕接手，也是因为燕燕是唯一一个姓刘的小孩，但姐弟之间不同姓，这样会不会偏心呢？讲好就好，讲好了就可以了。所以燕燕会因为这样，你会觉得妈妈给你特别多的压力或期待？有好有坏，对，就妈妈对你的关爱也会特别多。会，小明会觉得不公平吗？你旁边有点无奈的脸哦。我是对他很心疼啊。他是比较自在，姐姐比较被压抑啦，对。会觉得妈妈对男生比较好吗？对啊，会觉得他对小燕比较好。以前女儿是有抱怨，就说不公平，为什么弟弟他们都有，为什么他就比较少？为什么他们比较多，他就比较少？我说不为什么，将来他们结了婚，他们要给我孝亲费。重男轻女。你结了婚，我不敢跟你拿孝亲费啊。妈妈，可是我们前面那段你说你好像就不需要孝亲费吗？你不是说你说不要人家养，你说我自己就。当然啦，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跟我女儿讲啊。那以后传香火，他们要传香火，他不用。不过我觉得没有，我觉得重点是他你自己心态过得去，其实就 OK。对，其实后来，因为我们三个感情其实很好。对，我觉得我们姐弟感情好好，都会给我这样，然后我有什么会跟他们，所以其实我们3个东西都一样。所以这一段时间一直很担心燕燕工作不稳定的妈妈，也趁机请教纳豆如何把餐饮副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对啊，你的副业怎么还可以？你的主业这么棒了，为什么副业还可以经营这么成功？其实我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我是很亲力亲为的。我是自己烧肉店因为我自己烧肉店刚开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说后来开这么多间，我想说开第一间赚了一点钱，换一台车子就好了。就开了之后，我就是每天都想去店里面顾嘛。我每天都去，我大概前半年，我整个家里面的枕头啊、棉被啊，全部都烧肉的味道。因为我每天就去啊，然后回到家就可能洗个，就算你洗完澡躺上去，你的毛细孔慢慢打开，然后把那个烧肉味道给我喷出来，所以床永远我那半年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这个都是过程啊，因为你要知道说我现在做一件事情，那我如果没有做到底，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所以就是也是要鼓励燕燕，你就是什么事情做到底就对。今天纳豆的来访，解了母子俩多年来的心结，让燕燕与妈妈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对燕燕来说，是个非常珍贵的经验。就是很感谢你，就是今天来我们家，然后来，我相信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努力，然后也是在跟家里在做革命。但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要让更多现在的家长长辈，让他们知道，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毫无后顾之忧，可以去勇敢做我们自己。谢谢你今天来。谢谢。对啊，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个路人，或者对一个远在非洲的小孩，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展现出你的爱，或是对宠物，可是却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永远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经过今天这一顿饭之后，我会突然好想我妈妈，突然很想要其实我觉得爱这件事情好像是要说出来的，可能可以打个电话给自己妈妈，跟她说：“妈妈，我知道你真的很爱我，我也很爱你。”他真的是我的贵人，因为我觉得他的给我的观念就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想法要转变，眼界也要转变。那从以前他父母对他的那种的反对，到后面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很棒。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子对燕婷有所祝福。我没想到我就是都还这么不了解我哥跟我妈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彼此真正都在想什么这样子。当然他们都很关心对方啊。其实我和妈妈彼此都知道，我们彼此都是互相在牵制对方。那我们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把话给说出来，但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都在想什么。那我会希望，就是经过这一次的谁来晚餐，然后希望妈妈她可以给我多一点鼓励，让我就放手，让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才知道，原来真的你要做表演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就是你背后的那些辛酸血泪，其实是大家看不到的。然后再加上他又做了那么多的功课，这其实是真的，就是让小燕应该还蛮受益良多的。